我是瓜皮儿，囚犯4587前情提要。150天，奥利弗被关进铁山监狱的日子，一开始他为了保护妻儿，低调做人，低调做事，可没想到迪亚兹卷土重来。望着菲利西蒂脸上的伤，奥利弗选择暴走。他必须要找到迪亚兹在监狱里的现人恶魔，这样才有机会跟队友们抓捕他。但这一切都必须到2级严管区。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后，奥利弗来到了专门关押疯子的2层。心理医生杰瑞特负责为他进行精神评估，药物注射加电疗重塑。奥利弗的意志终于崩溃，他承认自己是囚犯4587号。7天之后，奥利弗终于能够去接触2层犯人，但他必须戴着监测手铐，目的是保护其他犯人。2层没有探视的通讯，有的只是残暴的狱警跟疯癫的罪犯。在这里，奥利弗见到了被自己暴打的男人，于是前去盘问恶魔的线索。可男人似乎在畏惧什么，忽然间手铐发出了电流，男人跪倒在狱警面前求饶，可无济于事。男人被关进了神秘小黑屋，发生的一切奥利弗看得真真的。夜里有动静惊醒了奥利弗，一个女人出现在了他的牢房。将其制服后，奥利弗才看清来者，原来是塔利亚。当年的爆炸并没有炸死他，但俏脸上却多了一片烧伤。要不是得罪了哥谭市那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布鲁斯·韦恩，塔利亚也不至于被送进铁山监狱。见到他的那一刻，奥利弗明白了，所谓的恶魔就是塔利亚。他跟迪亚兹的确是在，但更重要的是引诱奥利弗在第2层帮自己越狱。对于这个曾经协助蔡斯还害威廉母亲的恶魔，奥利弗拒绝了他。与此同时，新绿箭似乎吸粉不少，人们都觉得他的出现是好事儿，起码守护了贫民区的穷人。此时燃起大火，戴娜和瑞内疏散了群众。瑞内想起了屋里的女儿，连忙折返回救人，可惜自己晚了一步。幸好新绿箭及时赶到，将佐伊救出。这件事情之后，瑞内更加支持新绿箭。交流之下才得知，纵火犯名为乔恩。话没说完，戴娜赶到。瑞内用身体为绿箭争取了逃跑的时间，自己因为妨碍公务被逮捕。为了化解矛盾，迪哥从天眼会带来了乔恩的资料。实际上纵火犯是4人团队，与一家公司合作，他们放火，公司低价收，以此来牟利。可这种情况下，警局很难开出搜查令，只能让瑞内去暗中调查。刚好贫民窟传来了一个收购的消息，有人想低价收购电影院，可老板却不答应。瑞内赶到时，纵火犯正在安置装置。也在此时，新绿箭赶到，两人合力之下配合戴娜制服了对方。但火势汹涌，新绿箭跃上楼顶，折断了水管，这才化解危机。戴娜这一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另一边，菲利西蒂请来了罗罗审问迪亚兹的盟友，打算故技重施，假装失手放走他，实际上早就安装了定位钓鱼，这才有空到监狱探视奥利弗。可狱警告诉他，奥利弗现在被取消探视权。恰好有个老头来看望汉克，看见菲利西蒂后，猜测他就是绿箭的妻子。汉克这才把来龙去脉告诉了菲利西蒂。菲利西蒂连忙找劳肉询问情况，可资料里并没有2级严管区这个东西，而且铁山监狱根本就没有给囚犯们治疗心理的项目，名单上却无缘无故多了个杰瑞特医生。菲利西蒂和罗罗寻求戴娜帮助，从陈年档案里找到了杰瑞特的资料。这个人经常和囚犯家属起法律纠纷，原因是经他手的囚犯都会发生健忘，时常忘记自己的身份。看到这儿，菲利西蒂终于明白了奥利弗正在遭遇什么。此时的铁山监狱，奥利弗看到男人被裹着白布推了出来，显然已经嗝了。他向塔利亚提出了疑问，可塔利亚对里面的情况也是一无所知，只知道里面是杰瑞特的办公室，进去的人非死即伤。他搞不明白奥利弗怎么开始替罪犯着想了。这6年，你恨不得把他们都送进来。奥利弗却表示自己只是想伸张正义，于是他假装自己变得很暴躁消极，从而获得了跟杰瑞特接触的机会。奥利弗旁敲侧击问起了小黑屋的事，杰瑞特自然没有回答，甚至起了疑心了。奥利弗无奈，只能再次找到塔利亚，帮你越狱可以，但你必须帮我揭露杰瑞特背后的秘密。两人抛开了过往，再度合作，大闹严管区，并且佯装互相攻击。很快手铐传来了电流，将两人击昏。再次醒来后，纷纷躺在了手术椅上。杰瑞特让囚犯4587听从命令，一边掏出了不明药物准备注射。此时奥利弗挣脱捆绑，锁住杰瑞特的喉咙，说道：我的名字叫做奥利弗。言罢，奥利弗将在场所有人打晕，与塔利亚一起找到了杰瑞特使坏的证据。两人的行动导致2层发生暴乱，塔利亚利用电钻拆下手铐，等待他们的是一众武装狱警。可惜狱警等错了人，凭借奥利弗跟塔利亚的身手，放倒他们用不了1分钟。马上就可以离开铁山监狱，奥利弗却选择放弃，他不想成为逃犯。说完，把证据交给了塔利亚，希望他能送到菲利西蒂手里。这一刻，两人冰释前嫌。在奥利弗最后的拖延下，塔利亚成功越狱，而奥利弗则被重新抓了回去。很快，菲利西蒂利用证据曝光了2级严管区，
政府下令关闭这里。奥利弗重新被送回了1层，看着手里的证据，罗罗有了个想法，也许这些东西能够换奥利弗自由。吉瑞特被监狱开除，塔利亚半路杀出，手起刀落，愿世间没有电疗。此时，身处瑞士调查线索的柯蒂斯发现了一件大事儿，马尔科姆可能还活着。奥利弗在监狱生活恢复平常，和汉克吃午餐时轻描淡写地说了下2层的事儿。自从奥利弗上次闹事之后，1层加强了严管，换了领导邓巴，砖墙也不敢叫嚣了。今天有人来探视奥利弗，奥利弗兴高采烈地赶了过去，一看是罗罗，当场变脸。他是来商量替奥利弗上诉这件事的。可惜奥利弗并不像菲利西蒂那样信任这个地球2的罗罗。至于菲利西蒂为何没来，暗网流传了兄弟会被团灭的事，刚好之前放走的盟友也抵达了莫斯科，想必迪亚兹正在报复阿纳托利。把奥利弗拒绝自己的事一说，菲利西蒂和罗罗都有点头疼。只要奥利弗不愿意接受法律援助，那他们只能是有力没处使，而且兄弟会被屠戮，阿纳托利肯定没有好果子吃。很快菲利西蒂识别系统查到迪亚兹回归星城，两人立刻拉上瑞内起身寻仇。3人到场后只看到了阿纳托利，巧的是警方和天眼会都赶到了这里。眼看忙不下去了，菲利西蒂把自己偷偷行动的事情坦白告诉了迪哥和戴娜。如今大敌当头，所有人决定先联手抓捕迪亚兹，但迪哥不允许新绿线和地球仪以外的人参与，潜台词就是把劳肉踢出了群聊。透过阿纳托利，他们才了解迪亚兹正和俄罗斯军火商罗斯洛夫合作，企图摧毁星城，报复奥利弗。奥利弗拒绝帮助，迪亚兹又重新出现，种种事情让费利西蒂变得不耐烦。他逼迫阿纳托利潜入罗斯洛夫的仓库盗取文件。行动中，阿纳托利被发现，差点遇害。可费利西蒂并不在乎这些，他眼里只有资料。资料显示，迪亚兹拥有2枚航空炸弹，如果与天然气管道一起引爆，星城会变成火海。于是，所有人前往了煤气厂，炸弹已经开始倒计时，而且迪亚兹手中还有引爆器。迪亚兹因为注射了神秘药物，力量是平时的数倍。众人一筹莫展时，新绿箭赶到，一箭摧毁了引爆器，合力之下抓捕了迪亚兹。新闻一经报道，百姓们将新绿箭视为英雄，所有人商讨着如何庆祝，只有菲利西蒂开心不起来。虽然迪亚兹落网了，但丈夫依旧还在监狱受罪。行动中罗罗不能加入，但他一直在帮奥利弗想办法。迪亚兹被捕一事让他看到了机会，联盟向 FBI 申请合作，只要奥利弗愿意配合调查迪亚兹，就能够无罪释放。可此时监狱出了幺蛾子，狱警邓巴昨晚遇害，一脸懵逼的汉克成了背锅侠。汉克嚷嚷着告诉奥利弗，不是我干的，一定是砖墙陷害了我。说完被带到了禁闭室。这件事让奥利弗起了疑心了，他质问砖墙真相。砖墙摆出一副和自己无关的态度，奥利弗不能动手，只能独自进行调查。据说邓巴是倒在了浴室里，奥利弗制造混乱，然后前往了禁闭室探望汉克。汉克被打得不成人样，狱警们一直拿他发泄，他请求绿箭侠还自己清白。而后奥利弗赶往了浴室，一番搜查下，果然从墙缝里找到一个匕首，这东西一看就是特纳制造的。奥利弗把匕首交给了狱警，果然上面有特纳的指纹。特纳被关到禁闭室，他全程是一脸懵逼。很快汉克就被放了出来，连忙感谢奥利弗出手相助。如果没有你找到特纳的匕首，我怕是要死在禁闭室里了。此言一出，奥利弗心生疑问，你怎么知道是特纳的刀？从头到尾汉克都被关在禁闭室，绝不可能知道真相。此时警局审讯室里，菲利西蒂正拿着枪指着迪亚兹，只要扣动扳机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劳扰连忙拦住了他，留迪亚兹一命才能救出奥利弗。在他的法律援助下，奥利弗将在6个小时后被释放。迪亚兹被送往了铁山监狱，而他收买了所有人，这趟进来就是送奥利弗上路。此时监狱里里外外所有人都知道奥利弗将要洗脱罪名，汉克还指望着奥利弗出狱后想办法还自己清白呢。可奥利弗对他已经起了疑心了，毫不忌讳地告诉他，我知道是你杀了邓巴，然后借我之手栽赃特纳，我不揭露你也不会再救你。到这儿，两人的友情彻底一刀两断。奥利弗来到了禁闭室探望特纳，他向特纳保证自己出狱后会向 FBI 说明情况，还你清白，到时候再和天眼会求求情，也许特纳也能出狱。此时狱警转告奥利弗有人探视，本以为是妻子，却没想到来人是迪亚兹。迪亚兹的势力庞大，躲过法律的制裁是意料之中。他这次来就是想借用这最后的6个小时彻底解决奥利弗，然后一点一点折磨死费利西蒂和威廉。奥利弗暴怒，挥拳砸向玻璃，防弹玻璃被奥利弗锤到碎裂，但还是躲不过电疗。奥利弗被抓回了牢房。他警告狱警，迪亚兹今天就要行动，可没有人愿意相信。奥利弗不想坐以待毙，将狱警送来的私人用品加以改造，口香糖加电池粘在了喷雾上，电池引燃了易燃易爆的喷雾，炸开了牢房的门锁。白瑞看了直呼内行。
为了阻止迪亚兹，奥利弗只能选择打倒这些狱警。狱友纷纷叫好，奥利弗跃上2楼前往了禁闭室。这一举动导致铁山监狱戒严，刚好给了迪亚兹机会。他穿着警服走了进来，怂恿他们加入自己麾下，并且当众枪决了那些折磨过他们的狱警，彻底掀起暴乱。与此同时，身处禁闭室的奥利弗被砖墙和辛普森堵截，他们也成了迪亚兹的马仔，依靠辣椒喷雾制服了奥利弗。危急之时，特纳赶到，他选择了帮助奥利弗，两人配合之下将砖墙他们打倒。他们来到警卫室，希望能够依靠通讯设备与外界联络，可惜长弓猎手阻断了信号，铁山监狱成了罪犯们的天下，狱警们寡不敌众。见状，奥利弗与特纳出手相救，他们不想看到无辜的人牺牲。在2个猛男的合力围攻下，幸存的2名狱警被救了出来。可还有很多狱警被迪亚兹抓到了食堂，不敢想象他们会面临什么。奥利弗和特纳兵分2路，当他们走到仓库时，被汉克一针放倒，醒来后自己被五花大绑。强效镇定剂让奥利弗失去了力气，听闻奥利弗去保护那些无辜之人，汉克顿时感觉自己被抛弃了，精神瞬间失常。邓巴显然不是死在汉克手里的第一个人，他病态到了极致，恢复力气的奥利弗只能挣脱束缚，将他打晕，随后与特纳会合。他们用枕套加易拉罐制成了武器。此时迪亚兹摧毁了电路，奥利弗跟特纳带着武器赶到食堂，借助简易武器干翻了一众罪犯，电路过载，整个监狱陷入破坏。奥利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迪亚兹进行下一步计划，他连忙组织特纳去疏散狱警，自己则是追向了迪亚兹。在走廊里，奥利弗跟迪亚兹展开决战，注射了药物的迪亚兹力量极大，只靠肉搏奥利弗根本不是对手，身中数刀之后倒在了地上。迪亚兹不忘侮辱奥利弗，洋洋得意自己的战果，他捡起菲利西蒂和威廉的合照，当着奥利弗的面一撕2半。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奥利弗，他抽出匕首刺进了迪亚兹的身体，3连铁头功下去。迪亚兹闷哼一声不省人事，奥利弗拿着破损的照片走出了牢房，跟迪亚兹的位置2极反转。另一边，侥幸逃脱的砖墙打算利用运尸体的管道越狱，被赶来的汉克一刀带走。汉克成功越狱，铁山监狱在奥利弗和特纳的协助下恢复平静，特纳得到了狱警们的尊重，而奥利弗6个小时已过，他重获自由，深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。奥利弗迎面走向了妻子菲利西蒂以及兄弟迪哥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